40岁大龄剩女觉醒究竟能有多可怕？就说其实真的不是说我们要求太高，把自己吊起来卖，真的去看看这些男的，他给我一种激情活力的感觉。可没想到，就当小月知道男嘉宾并没有选择自己时，瞬间火冒三丈，随即在抱怨的同时，还决定惩罚一下男嘉宾。首先，男嘉宾当时选女嘉宾的时候，选的是我闺蜜，还没选到我，我当时还是有点失落哈。小月决定让男嘉宾单膝下跪向自己深情歌唱，否则他就绝不可能摘下口罩露出绝美容颜。听到这，男生立马就严词拒绝，随即便表示如果小月执意坚持，那他现在就离开相亲现场。面对这愈发尴尬的局面，小月也只好被迫妥协。摘下口罩过后，男嘉宾左思右想，还是决定继续深入了解。在接下来的沟通过程中，男生先是了解起了小月过去的工作经历。你具体是做什么的呀？我之前干了8年，接近8年的辅警。小月非常骄傲地表示自己曾做过8年的辅警，嘉宾有些介意，可小月却表示她这是对男生的考验，她觉得只有能接受她素颜的男人才是真正爱她的男人。素颜的样子如果他都能接受的话，那我美起来的话，化妆之后他又应该更……如果能接受小月素颜的样子，那么当她化妆过后一定会让男生无法自拔，并且小月还对主持人的态度有些气愤，她认为她的素颜也绝对能称得上是堪比刘亦菲一般的存在。而且我素颜也还好吧。是不错，但是呢，有一点，你想着今天是跟闺蜜一起来的。哦，对，我闺蜜化了，我没化，然后就最开始就考验一下她果然就选了化了妆的。于是这一次，她终于决定化个淡妆惊艳一下。那的话，可能暂时还是不符我内心的那种要求。听到这，小月也气急败坏地反驳起了对方。她不选我，我也不会选她，因为主要是她年龄比我大太多了，我觉得她担心。跟他可能后面有啥子代沟那些。最终2人的此次相亲也只好不欢而散。那么对于这样可爱的小公主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我希望有一个人骑着白马，踏着七彩祥云过来跟我说，我终于来接你了，你就是我一生的老婆。我叫董佳琪，是个正在相亲市场寻找白马王子的42岁女孩。因为生在北京的我从小家境富裕，所以我如今刚刚学会了洗碗，就让我的妈妈感到无比的骄傲，并且无限度的把我夸上了天。我刚打完洗完了，你看看，多能干的孩子，当然都会洗。但是我的爸爸却……你包着炒菜吗，牛啊？你行了，你不要我炒菜了。炒菜不炒啊？他哪会啊？他不会啊？什么会呀？他哪会炒？如今到了42岁的芳龄，身边的朋友也全都结婚生子。而我还在家里当小公主，无奈我也只好来到相亲市场，希望凭借我貌美如花、风韵犹存的魅力，能在相亲市场遇到年入百万的白马王子。在很多男人眼里，像我这样女神级别的仙女，肯定不是普通人能配得上的。但其实我的要求也并不高，我要求其实也不是特别高，因为1.8米以上，然后长得帅一点，皮肤白一点，那个眼睛大一点最好，眼睛小也行，很幽默，能跟我玩到一块儿，哪儿人无所谓。但得有自己的事业。除了这些要求之外，只要对方是个年入百万的企业总裁，并且结婚后每个月给我5万块的零花钱，要时时刻刻把我当做小公主捧着就可以了。但是我知道相亲市场中能达到我要求的男人寥寥无几。你期待哇，下面我会不会碰到一个好的？结果发现你会觉得一波好的一波，就我坐在那我都难受，如坐针毡，你知道吗？就连我的妈妈都表示，现在的男人太没眼光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追求我这样的小仙女。这男孩子不像以前，就人对肯定要死要活的，就唯有你不行，这辈子好像就你离了你就不行。就是没有说男孩子，我看我这年轻人没有人追得死去活来，没有，好像俩人都平等，你要跟我，你得主动啊，我也得主动。很快节目组便为我匹配到了一位受害者。刚开始我们2个还很融洽的相互了解，可男嘉宾得知我的相亲要求之后，却显得有些坐立不安。更过分的是，他竟然还指出了我的年龄问题，并且还质疑我这样的年龄还能不能生孩子。比如现在再结婚呢，他肯定要考虑到马上要孩子，孩子那肯定要年龄不能太大啊，咱们对方的父母好。那女方年龄大，她长得小行吗？那不行啊，你的生理年龄在这儿。我在想，眼前的男人也太没有眼力见了。我虽然已经42岁，但皮肤依然光滑细腻性感动人，并且还保养得像个小女生一样。况且对于我这样的小公主来说，怎么可能生孩子呢？那会严重影响我的身材。最终由于我无法接受男嘉宾的3观，于是只好结束了相亲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妈妈一直询问我相亲的结果。好在妈妈也觉得男嘉宾根本配不上我，这才让我的心里得到一点点安慰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又重新收拾了我公主般的房间。我很好奇，对于我这样又会收拾房间又会洗碗的小公主，
那些男人竟然不会被迷得神魂颠倒。这么爱干净一个人，就找不着对象。你说空有一身无忧给谁收拾呢？然而让我更加难过的是，我爸爸的观点却与我的妈妈截然不同。爸爸竟然要求我达到和相亲要求一样的条件。得要求别人一定要背信提出相同的要求。我要求人家长大，我也挺漂亮的。你要求人家练兵，我觉得我也挺努力的呀。我觉得我挺好的呀。显而易见，爸爸的说法我是不同意的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坚持自己的要求标准，迟早会遇见我的白马王子。特别希望有一个人骑着白马，踏着七彩祥云过来跟我说：“我终于来接你了，你就是我一生的老婆。”大龄剩女究竟能有多迷之自信？前男友他肯定爱我，对啊，他现在可能还爱我。女孩不断地向相亲对象炫耀着前男友还爱着自己，以此来彰显她令人痴迷的魅力。毕竟34岁的她依旧幻想着自己是白雪公主，世界上所有的高富帅都只能对她情有独钟。更离谱的是，她竟把分手后的藕断丝连当作炫耀的资本。为什么他现在还在爱你啊？因为没有删掉微信啊。你为什么不删掉？不认识。女孩一边享受着不明不白的前任关系，一边又以清纯人设参加相亲。而就当相亲对象产生质疑时，她则立马展现出一副高傲且嫌弃的姿态，批判起对方思想的古板和对女性的偏见。可实际上，分手后连删除微信的自由都要看前男友脸色，这又何尝不是情感奴隶的典范？而她这种双标的解释，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。也不一定要删掉嘛，你留下来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自己想想。就是从来没有人删过他微信，然后加一个微信啥的接口啊，就是加了之后，但是我们没有联系。我是觉得留着以后还有可能有机会在一起。我不太会有可能了，因为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他了。即便女孩嘴上说着做朋友，实际上要么是放不下旧情，要么是给自己留条退路。而这也正是当代大龄剩女挑三拣四的问题所在。在资本的捧杀和互联网的影响下，部分女性笃定只有霸道总裁才能配得上她。可实际上，月收入超过1万的男人仅占总人口数的0.6%。相比之下，这些自身条件并不出众的女性自然是失去了竞争机会。至于他们口中的白马王子，更是成为了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然而现实越是残酷，部分大龄剩女们就越是离谱。她们拼命地往自己身上张贴爆款标签，更有甚者竟还以前男友的数量作为魅力的体现。我不只是他呀，我初恋男友微信我也在啊，人家都结婚了，都在。也不是朋友吧，感觉没有必要什么朋友，也从来没有联系，就是有个微信也没啥，我觉得。其实部分大龄剩女在相亲市场中饱受诟病的原因，并非是年龄，而是她们明明经验丰富，却又伪装清纯，挑挑拣拣。她们即便是面对着质疑，也依旧能以歪曲的三观从容面对。但是你说你前男友不让你删，你就不删，这个就有点奇怪。就是我删掉，然后他重新加，删掉重新加，这样子这种不理他就好。可能我心比较软吧。女孩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真实目的，毕竟她绝不能破坏自己有当有理的伪装。他会觉得你在给他机会啊？不会啊，我已经明确跟他说了。在与过去7位前男友保持联系的同时，她还能在相亲中向对方提出高标准高要求。首先，另一半必须在一线城市有房有车，年收入至少不能低于80万，因为在她看来80万才能算勉强达到小康水平。其次，她还是个颜控，她绝不能允许颜值低的男生拉低她倾国倾城的姿色，从而影响未来孩子的基因。一定要帅啊！颜值在你这里是排第一位的。相亲对象便看透了她的问题所在，可没想到男生礼貌的回应竟换来了她变本加厉的要求。我是必须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不然我也不可能会单到现在。她将自己34岁依旧单身的原因归结为缘分未到，可在她对于硬件严苛的标准上，另一半还必须是肯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为她精心准备礼物的暖男，否则又怎能给她少女般的仪式感？要不要是一回事，他们送不送你是另外一回事。你只在乎好不好看。事到如今，女孩还是没能认清现实，即便她知道自己早已成熟，但却始终对自身错误认知。心态上转变了，感觉不再是一个小姑娘了，我应该要长大了。相亲至此只剩下34岁的小姑娘苦苦寻求真爱，而男生则以自身条件不足为由匆匆离开。对于大龄剩女的现状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过了40岁还没有结婚的女生，那你就不用来找我找对象了。那我现在也是有点怕了，就搞得我现在自己好像有点不正常了。最近呢，就有一个粉丝朋友让我给他表姐介绍个对象，我一听呢，都41了，那你说怎么找啊？找年轻的你不配了，找条件好的那你更不配了，找个离异的那你可能还不甘心，找个年纪大的你可能还嫌人家老。总之过了40还没有结过婚的女生，基本上你这辈子都很难结婚了。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其实不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，是因为他们这辈子都在找那个他根本配不上的人，也就是过了45的二婚女我都能帮帮忙，人家反而会比较好找。我就要来一个表
小姐举例吧，身高1.6米不到，瘦瘦小小，在深圳开一家小超市，长相就是普通人，性格呢也比较传统呆板。我当时看到他，因为以为啊他是没有渠道认识男性才单到现在的，结果介绍的时候我给他看了资料不下20个，那条件好一点的他说自己配不上，高攀不起，那条件差一点的呢，他说又不想活得太累，条件合适他的，他又要挑长相。后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一位45岁左右，在一家国企里面搞技术的男生，这个男生呢他也是未婚，就是个子不太高，但是两个人还是见面了，约在一起吃了顿饭，结果两个人吃完饭就不欢而散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那男生摆架子都没有开车送我回家，感觉很不受尊重。后来我又问男生，你为什么不能送一下呢？结果男生说吃饭的地方是那女孩选的，离女孩家也就700米，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特意送一趟。而且当时自己开车到女生店之后啊，明明店里都没有什么人了，女生却让男生在车上等了足足1个多小时，那到底是谁不尊重谁呢？所以你们懂了吧？为什么很多男生他愿意接受40岁以上二婚的女生，但是坚决不接受40岁的未婚女生？你说都40岁的人了，你还有一颗少女心，那他能不害怕吗？关注蚊子，早日脱单。41岁离异大姐被小11岁大男孩疯狂追求，她渴望已久的爱情真的来了吗？名叫徐俊，今年41岁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是一名肚皮舞老师。由于扎实的舞蹈功底，徐俊不仅身材颜值出众，浑身上下更是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。然而外表的光鲜亮丽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，徐俊的感情生活可谓一波三折。第一任丈夫因为她长得过于漂亮，每天都黏在她的身边寸步不离，如果找不到就会情绪失控陷入癫狂，无法忍受的徐俊最终选择离婚。第二任丈夫是个赌徒，徐俊原来以为婚后他会有所改变，没想到2连3的沉痛打击让徐俊失去了对婚姻的渴望，每次想到这里他都泪流满面，伤心不已。因为他有家，我告诉我自己的东西是，我跟他有这样一段感情的东西的话，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他的错。为了拯救徐俊，节目组特意为他量身打造了一场特殊培训，以此激发他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。这由于小李对徐俊颇有好感，在接下来的选择心动女生环节，毫不犹豫地选择坐在了徐俊的身边。双方通过交流，对彼此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。徐俊感觉小李的脾气很好，而自己性格又比较强势，正好可以性格互补，磨合度更高。他应该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，胖胖的，傻傻憨憨的，没有自己偶尔也需要被配合默契，相处得十分愉快。到了最后表白环节，徐俊虽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，节目组得知不要有太多的心理压力，于是节目组从100位用也是上海人，曾在日本从事20多年餐饮业，积累下不少财富。两人相约在一家日本餐厅见面，杜先生出于礼貌早早的在餐厅等候。当徐叔稳重，还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，整个用餐过程中，杜先生也很体贴细心，安全感十足。他还是蛮会照顾我的，嘴巴也蛮甜的，一直在夸我。杜先生对徐俊也很是满意，认为他形象气质俱佳。41岁清纯可爱小仙女相亲直言想娶她必须是有房有钱的高富帅，希望他能有自己的房子，希望就是物资更多一点。女孩甚至以她绝美的容颜只有高富帅才能配得上自己，并且为了防止受到男人的欺骗，女孩还特地请来了她最好的闺蜜陪同相亲，而闺蜜也是对男生提出了不低的要求，21厅我一个小，30厅是最好。闺蜜认为房子最起码也得是31厅，因为像女孩这样高颜值的小公主，21厅的房子根本配不上她。可没想到原本亲密无间的闺蜜二人竟在遇到高富帅后反目成仇，甚至男嘉宾还气愤地表示他根本没看上二人。我可以对那个电视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发誓，他们2个我都没看上。女孩名叫刘玉，41岁重庆人，身高1.60米，现在是一名服装导购，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。别看小雨现在已经年过40，但她的皮肤看起来却依旧光滑水嫩，吹弹可破，甚至宛如一个20岁的小姑娘一般。据她表示，自己常吃维英丽美素。在此之前，小雨曾2次登上过相亲节目，可却都由于男嘉宾没房没车而相亲失败。这一次，小雨带上了自己最好的闺蜜前来相亲，并且还精心地穿上了可爱动人的公主裙。她希望通过自己独特的美貌来征服男嘉宾。至于她的择偶标准也真的并不算高，首先对方必须有房有车，月入过万，其次身高至少要在1.8米以上，最重要的是外貌必须要非常帅气，同时年龄不能大于30岁，因为她貌若天仙的颜值绝不能嫁给一个普通男人。于是在大致了解了小雨的择偶标准后，
节目组便很快为他匹配到了符合要求的男嘉宾王四杰，25岁重庆人，身高1.68米，现在是一名汽车销售，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。虽然男嘉宾的身高和收入都没有达到小雨的要求，可在相亲之前，男生却大胆声称自己是重庆当地有名的富二代，有太多女明星都为自己疯狂着迷，他敢保证当小雨见到自己时一定会坠入爱河。于是在男嘉宾的豪言壮语下，节目组迫不得已才安排2人进行相亲。而就在2人见面之前，早已察觉到异样的闺蜜便决定率先帮助小雨查明真相。讲讲你先来的目的。就想问一下你的现在月收入大概在多少？那现在你有房子吗？有。那你是还房贷吗？不会。在听到男生有房有车无贷款后，闺蜜立马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因为她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小雨打探底细。可没想到在此之前非常满意的闺蜜，在向小雨描述男嘉宾时竟突然转变了态度。我觉得还差了那么点点，特别是经济那块我觉得身高方面的话呢，可能闺蜜会稍微有点失望。闺蜜不断的劝说小雨一定要慎重考虑，但可惜最终还是没能阻止2人的见面进程。于是在接下来的交谈环节中，不放心的闺蜜依旧以亲友团的身份陪在身边。紧接着还没等小雨说话，闺蜜便率先表示小雨生孩子之后必须要在家休养6年，不能工作。女人嘛，生了娃儿肯定要带娃儿。你介不介意？如果他在6年之内没工作，你会不会介意？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要6年？因为娃儿最佳的教育时期就是前面6年了。见此情形，男生表示尽管他完全有能力养活对方，但他却并不希望对方6年没有任何工作。还没等小雨开口回应，闺蜜便继续提出希望能去男生家中参观。可没想到男生竟在此时以家中还未打扫为由再次拒绝。听到这，闺蜜立马非常气愤地表示男嘉宾不够真诚，随即还劝说小雨这种男人千万不能容忍。如果你生活都过得一团糟，也乱七八糟的话，我觉得工作上肯定有某些地方也肯定拿马虎眼。而闺蜜对男嘉宾的不满还远远不止于此，在中午的吃饭环节中，闺蜜还依旧在不断的抱怨吃饭那边安排也不太妥当，因为啷个不妥当啊？因为看嘛，从那边一直走到那边，从1楼到3楼。在前往饭店的途中，闺蜜还特地嘱托小雨无论如何必须去男生的家中一探究竟，否则根本不能判断男生可能性嘛，就是可以处朋友嘛，他都会尽力的展示自己，包括自己的房子、车子、人品，还有各个方面但是我觉得你这边的话好像不太愿意坦白这些。随着气氛愈发尴尬，闺蜜便赶忙将小雨带到一旁，讲述起了男生的种种缺点。可没想到就在小雨上厕所的时候，闺蜜竟突然询问起男嘉宾是否对自己有好感。见此情形，男嘉宾也表现得非常尴尬，随即便委婉地拒绝了对方。而就当节目最后